同学聚会上，前女友望着我无名指上的戒指嗤笑，有空把老婆带出来，我瞧瞧你喜欢的是什么类型。我笑着回道，他在国外。30岁的同学聚会上，尼采在一群发福的人群中，很是惹眼。我尽管坐在离他最远的角落，他还是一眼看到了我。视线交汇的瞬间，我心里莫名一阵慌乱。我望着他那张褪去少女青涩、陌生而又熟悉的脸，有些许恍如隔世。8年了，再次相遇，一切都是那么猝不及防。他望着我无名指上的戒指，笑得云淡风轻。云墨，你结婚了吗？我垂眸无语，同学们纷纷打趣，咱们班也就剩你米大小姐这个单身贵族了。不过听说要和某领导的公子结婚了，提前恭喜了。一阵觥筹交错的寒暄后，人群中不知谁提了一句：云墨，要是当年你俩没分手，现在这豪门贵婿可就是你了。是呀是呀，你就不后悔吗？阵安静后，大家纷纷看向我，我忍住心酸，假装无所谓笑笑。当年年轻不懂事，都是玩闹而已。尼采轻轻晃着酒杯，眼神经过我身上时，嘴角扯起一丝戏谑的笑。有空把老婆带出来，让我瞧瞧你喜欢的是什么类型。他嘲讽的笑，我忍住难堪，却不知如何开口。毕竟当年分手是我甩了他，理由是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一别经年，这些年就连梦里他都很少出现了。我以为我与尼采这辈子也就如此了。众人一副看热闹的表情。云墨什么时候结的婚啊？怎么谁都没有通知啊？而且也没见你朋友圈晒过老婆呀，藏那么紧啊？别不是长得又老又丑，拿不出手。我握紧拳头，指甲嵌进肉里，传来丝丝的痛感。我深呼一口气。他在国外。众人皆是一副幸灾乐祸的局外看戏人姿态。大家都知道，当年我与尼采分手，闹得很不体面。他在我宿舍楼下守了一夜求复合，我硬是狠心没有见他。而如今他功成名就归来，就如同无声的打脸，大家自然趋炎附势，都想来添一把火。听说迷彩收购了云墨任职的公司，这以后就是你领导了，可要好好表现。一时众人起哄，云经理还不敬米总一杯？我在一片起哄声中起身，斟满了酒，仰头一饮而尽，酒精微微上头，我红了眼睛。米总以后请多关照。尼采不置可否地笑了一声，自然，毕竟我与云经理私交那么深。他将最后一个字咬得很重，对上他讳莫如深的眸子，我心里忽而一紧。失陪，去趟洗手间。我借口溜出了包厢，洗手间水龙头冰凉的水打在手上，我抬眸间，怔怔看着镜子里30岁的自己。你看云墨还跟20出头的小伙子一样，人那身材那脸的，怪不得当年把迷彩迷成那样。隔壁卫生间里传出来几声谈笑。切，谁知道他是不是真结婚了呢？30了，连个孩子都没有，老婆也没晒过。我看8成是给富婆当了三儿。我可看见了，开的奥迪 A6，据说还在市区买了房。他一个穷小子能买得起这些？那这富婆实力也一般啊。要是当年跟了迷彩，现在可是野鸡变凤凰了。得了吧，他那种出身的，混成这样也就算不错了。米家能看上他，也是真不知道他俩当年怎么会在一起，而且还是云墨摔的迷彩，现在估计悔的肠子都青了吧。我苦笑一声，静静走出了卫生间。后悔吗？我问自己，不后悔吧。人总要跟握不住的东西说再见。我从来都知道迷彩会有今天的成就，因为他一直都是闪闪发光的存在。无论是10年前还是10年后，他都过着人人羡慕的人生。18岁时是家境优渥的校花，30岁时是荣耀归国的海归博士。当别人都在挑灯夜战奋战高考时，他的父母早为其铺好了国外名校的路。当自己未能在拥挤的城市买下一个小房子，拿着50万年薪而沾沾自喜时，人家早已是身家过亿的年轻企业家，坐拥多栋别墅豪宅。如果10年前尼采是我的人间理想，那么现在便是人间妄想了。我从没想过还会有再见的一天，毕竟这些年他一直在国外，从未参加过同学聚会，更没想到收购公司的集团商董的女儿竟然是迷彩。前任摇身一变成了自己的领导。我想了想每月的房贷车贷账单，硬生生压下了写辞职报告的冲动。算了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分手8年了，可能人家早就不当回事了。我打开手机，在线预约了代驾，迈出大门，寒冬的风吹来，额头一阵刺骨的寒。我跺跺脚，裹紧身上的外套，却始终等不到代驾接单。直到一辆蓝色劳斯莱斯幻影缓缓停在门口，司机下车打开后座车门，恭敬喊了声米总，我才看到身后走来的迷彩，一身高定衣裙勾勒出完美的身形，满身金贵之气。他似有若无地看了我一眼，又抬腕看了眼表，语气极为平淡，送你回去吧。闻言我忙推脱，这地太偏了，谢谢不用了。怎么云墨，你难道怕我旧情难忘吗？8年了，我会那么没出息到为一个已婚男人为爱作3？他唇角勾起，冷冽的眸底染上一丝轻笑。路上汇报一下公司情况，再推脱就显得矫情了。我局促上了车。李总，我任项目2部经理，目前项目部由3个部门组成，预计年后增设一个新的团队，公司现由冯总主要管理。尼采淡淡回应。2部团队组建于3年前，目前绩效中心排名第1，明年我们会再接再厉。他依旧没什么反应。明天我给您发一份详细的工作总结。我又闷声补了句。尼采没有应声，长久的沉默后，他忽然开口问道：今年的健康文化节你策划的？又是长久的沉默。我计划公司进行人事调整，云经理以为如何？公司被上市集团收购，自然是镀了个金边，但更是有人欢喜有人愁。喜的是员工发展空间不必多说，愁的是传说要进行人员调整，许多人担心被裁员。领导的决策自然是充分考量后有益于公司发展的，我们员工只配合做好执行便好。我只得硬着头皮回答。他眸色微深，忽然漫不经心轻笑了一声。倒是不一样了，连说话都圆滑了。我压抑着内心的情绪，淡淡回道：人都会成长的，
米总如今也成熟多了。他转过头，眼眸微眯，低低的笑声在压抑的氛围中漾开，似是笑我多年的变化。是呢，我变了好多，我学会了仰头走路，学会了自信发光，学会了曲意逢迎，也学会了世故圆滑。我不再自卑，不再贫穷。但迷彩的一声神色不明的笑，瞬间让我又想起那段卑微到尘埃的岁月。我从未见过自己的亲妈，据说她生下我，嫌家里太穷就跑了，我爸也不要我，直接将我丢给奶奶，自己跑出去和别的女人鬼混。后来欠了一身债，去抢劫被抓，便进了监狱。这些年是奶奶捡废品将我养大的。我这样的人，生在烂泥里，长在烂泥里，而迷彩不同，她像天上的云，云泥之别，本不该有交集的。第一次遇见迷彩时，我16岁，我和奶奶在她家别墅旁捡垃圾，我穿着开胶的鞋子，套着松松垮垮的校服，怯怯跟在她身后。迷彩的妈妈见我们可怜，冲着院子喊：彩彩，家里还有没有没用的纸箱子和塑料瓶？快拿下来！那时她穿着一身白色连衣裙，头发湿漉漉的，小跑过来，像漫画里的女主角一样。她将几个纸箱递给我，我慌张接过，忙低下头，看到自己开胶的鞋子和洗得发白的校服后，又自卑的红了脸。谢谢。你等着，还有，我去给你拿。她又忽然快速跑开。迷彩妈妈似是看出了我的窘迫，她亲切地抚了抚我的头发。小伙子，好好学习，以后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的。我瞬间红了眼眶，而迷彩却很快复返，抱下来一大堆纸箱和瓶子。那时很感动，也很难堪，而我也是从那时暗暗发誓，一定要拼命学习，改变自己的人生。我憧憬着，或许30岁时我也能住上这样的大房子。现实总会让你顿悟，当年太傻太天真。尤其此刻，我坐在迷彩的豪车里，望着璀璨幽蓝的星空底，更加明白，火车跑得再快，也赶不上飞机的速度。同样是30岁，我开奥迪6，人家开劳斯莱斯，我带浪琴，人家带百达翡丽。18岁时，我曾天真的相信条条大路通罗马，殊不知有些人一出生就在罗马，你奋斗半生可能只够到了罗马郊区，而人家却是从罗马2环搬到了1环。方先生，您家到了。司机的提醒将我的思绪拉回，麻烦米总了，太晚了就不请您上去坐了。我带上职业微笑，礼貌道谢。云经理家教还挺严啊。迷彩扯起一丝讥笑，打趣我一时语塞，不知如何开口，只轻声回：米总再见。拉开车门的一瞬间，冷风趁机钻了进来。云墨，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？迷彩清冷的声音伴着冬日的寒风吹到我的耳边，不知为何，一句过得还好吗，让忍了一天的情绪差点破防。我忍住眼眶的余热，淡淡回：挺好的。伸手将车门彻底推开，我深呼一口气，从车里迈下，在关门的一瞬，转头与他的视线汇集到了一条线。我望着他的脸，心里忽地重重跳了一下。他对你好吗？迷彩哑声开口：挺好的。那就好。我忍住心酸，慌乱间差点崴了脚，抬脚欲离去，身后又响起了他的声音：云墨，就不问问我这些年过得怎么样？我忍住脚踝的酸痛，缓缓转头，对上迷彩那张曾在梦中出现过无数次的脸，脑中突然出现一个词：一眼万年。迷彩，那这些年过得还好吗？他逆着光，淡淡笑了笑：也好，也不好。深邃的眼神看向我，嘴角微微扯起一丝弧度。我要结婚了，你会祝福我吗？当然，祝你新婚快乐，白头到老。我装得极其淡然，扬起笑。迷彩，那就祝你我都有个好结局吧。眼睛蒙上一层水雾，迷彩逆着光的身影愈发模糊不清。转身的瞬间，情绪再也绷不住。8年了，明明已经放下了，为何情绪还是会这么不堪一击？早知如此绊人心，不若当初不相识。短暂的陪伴，到底是奖励还是惩罚呢？那场青春中无疾而终的恋爱，很喜欢，很短暂，也很遗憾。高3那年，班里转来一个新同学，他站在讲台上做自我介绍，很多男生稀稀疏疏的议论说好美。我偷偷抬头望了一眼，他似是比2年前还要高了一些。老师问他想坐在哪里，他说希望挨着的学习好，话又少的同学。于是他成了我的同桌，没有欣喜和激动，只有紧张、窘迫，甚至是难堪。那一瞬间，很怕他认出我是当年那个在他家别墅外捡垃圾的男生。嗨，我叫迷彩，你好，同桌。我不好意思低下头，害羞地说道：你好，我叫云墨。他见状露出淡淡的笑：你好啊，云墨。从那以后，他总是喜欢和我说话。云墨，你有什么爱好啊？云墨，你喜欢吃什么呀？云墨，你有没有爱听的歌？云墨，你学习怎么这么厉害？很多时候都是他在一旁不停地说，我低头不语。迷彩性格很好，对人又礼貌，长得又极讨人喜欢，一时成了班里很多男生迷恋暗恋的对象。许多男生会托我转交情书给他，自卑慢热如我，每次都要做好久的思想准备才敢将东西给他，仿佛写信的是自己一样。迷彩，这是电饭煲给你的信。可他却说，可是我有喜欢的人了啊！哎，我喜欢的人什么时候能给我写情书啊？他自顾自地叹了口气，忽而转头看向我。云墨，如果你给喜欢的人写情书，会写什么啊？我瞬间红了脸，最后小声支支吾吾提醒他，迷彩，高中不能早恋。他扑哧一声笑了，那就等毕业后呗。他笑得极其灿烂，又忍不住打趣我，云墨，你怎么脸红了啊？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啊？我只得佯装看书，心却早已慌乱至极。没有。那天晚上睡觉前，我却思考了好久那个问题：假如我向喜欢的人告白，会给他情书里写什么？我想到了舒婷的致橡树，我如果爱你，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，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；我如果爱你，绝不学痴情的鸟，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。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，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。你有你的铜枝铁干，像刀像剑也像戟；我有我红硕的花朵，像沉
沉重的叹息，又像英勇的火炬。我想要的是比肩而立，相互独立又深情相对的爱情。可是当年的自己，陷在原生家庭的泥沼里，太过卑微，贫穷怯懦自卑，让自己抬不起头。25块钱一双的打折断码帆布鞋，我穿了2年，鞋子是42号的，我的脚是43号。开胶了，便拿502胶水沾一遍；鞋面发黄了，便拿白粉笔偷偷涂一遍。路过商场崭新的运动鞋，一次又一次，偷偷看了一眼又一眼。那双鞋子88块钱，不是什么品牌的，但是很新，穿上会很合脚，跑步会很轻松。但是88块钱，需要奶奶捡很久的废品。她腿脚不好，每次看她扶着腰走路，我都会硬生生压下自己的物欲。直到那双鞋被一个妈妈买给了自己的孩子，她温柔地笑着帮孩子穿上新鞋，按着鞋尖问几步几脚。我想，假如我有妈妈，是不是也会这样对我？可惜我从未见过她。体育课，老师要求大家穿运动鞋，只有我没有。她看见我的鞋，很是不悦。不是告诉你们穿运动鞋吗？云墨，你穿这鞋怎么跑步？我在一众的目光中，头低的不能再低，只得扯着慌，说自己忘了。后来有一天放学后，迷彩突然从我身后窜出，大声喊道：“云墨，生日快乐！”她笑得露出洁白的牙齿，头上的马尾便晃着，在夕阳的余光下闪着金色的光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我偷偷看你身份证了，知道你今天过生日。我一时震惊，又不知如何是好。给生日礼物。她从背后变出一个手提袋，塞到我手上。别嫌弃啊，免费的鞋，买1送1的。她抬了抬自己的脚，脚上一双崭新的白色运动鞋。我打开盒子，是一双同款式的黑色的，那个牌子的鞋很贵，只有高档的商场才有卖。谢谢，可是迷彩，这个我不能收。怎么啦？你嫌是免费的吗？我慌乱小声解释着。不是啊，这双鞋子太贵了，我真的不能收。真的没花钱，你看。他拿出结账的小票，指着售价0元的单子给我看。对不起，我真的不能收。我反复推脱，他最后有点急了。云墨，咱们同桌这么久，你不拿我当朋友？不是的。我慌忙解释，他又软下语气。这鞋可不是白送你的，算是我的拜师礼。我要考托福，可英语太烂了，考不过会被我妈骂死的，帮帮我呗。见我低头不言语，他便在我身旁打转。求求你了，云墨，外面家教1小时都要100块，是我占你便宜了。我不知如何处理，他直接打断我。好了，就这样愉快决定啦。那天他抚了下我的头发，像安慰又像鼓励。他对我说：“云墨会越来越好的。”我想起2年前在他家别墅前，迷彩的妈妈也是这样抚着我的头，对我说：“小伙子，好好学习，以后生活会越来越好的。”他们都是那样温柔的人，看穿了我的窘迫，却又照顾着我那可怜的自尊心。那天，迷彩站在漫天绽放的晚霞下，逆着光，格外好看。我背着书包走在路上，他面对着我，倒退着走着。云墨，你以后送我1双水晶鞋吧。漫天飞红的晚霞下，迷彩整个人似乎都带着光。她是穿水晶鞋的公主，而我却不是王子。从那之后，我每天放学后都会给迷彩补习1小时的英语。她成绩不错，脑子又灵活，很多知识一点即通。也是那时我才知道，很多有钱人家的孩子都会去国外留学。别人拼命在高考中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他的父母早已为其铺好了国外名校的康庄大道。据说1年的学费就要大几10万，对于我来说就像天文数字。因为那年我因为1200块钱差点辍学。那年高3生突然加收2000元的学费，家里只凑了800块钱，剩下的钱奶奶愁得一宿没睡着。我鼓足了很大的勇气问班主任能不能缓缓再交，家里实在太穷。班主任看我家庭实在困难，在班里发起了募捐。那年同学们交上来的零花钱有10块的、20的、50的，他们看我的眼光里带着同情。我站在讲台上，对着他们一个个鞠躬致谢，那种自尊心散落一地的感觉真的很难形容。最后是迷彩气冲冲地将我拉到了台下，霸道专横地将大家捐的钱如数还了回去后，又将剩余的学费帮我补齐了。云墨，你缺钱了，为什么不跟我说？他将我堵在角落，怒气冲冲盯着我。我不知道如何开口。我不想要他的怜悯，不想欠他的人情，我希望我们是平等的，可我不知如何开口，最后只闷闷地说：“钱我会尽快还你，谢谢你，迷彩。”我向他深深鞠了一躬。那年寒假，我找了个郊县的渔具厂打工，工作内容是给鱼竿上漆，因为漆味太刺鼻，都说做久了会得肺癌，很多人对这个工作避之不及。可是，一天能拿80块钱，还是有不少被生活所迫之人去挣那个拿命换来的钱。那个寒假过后，我终于把钱还给了迷彩，他表情有点冰冷。云墨，你就这么不想欠我的？准备了很多话，曾写过满分作文的自己从没想过会有词穷的时候，可是当时千言万语只化成了一句。自从那件事过后，班里便开始议论纷纷，很多人都说迷彩喜欢我，也有人说是他可怜我。我有点慌，更有些怕。要问我是否喜欢迷彩，我只能说不敢想，更不敢去喜欢。我深知我与他云泥之别，更不会有以后。我开始刻意疏远他，他心里似乎也是压着火。直到有一天，坐在我后桌的男生朝我扔了1枚硬币，语气轻蔑至极：“拿着吧，赏你的。”那个男生喜欢迷彩，最看不惯他每天围在我身边，见我生气，那个男生却毫不在乎地说：“别生气啊，开个玩笑。”迷彩的火最终在此刻爆发。他跟你熟吗？你跟他开玩笑？他将钱包所有钱掏出甩在了那个男生脸上，学着他的语气：“别生气啊，开个玩笑。”那是我第一次见迷彩发火，如狂风暴雨般的愤怒。最后，他们2个人被叫了家长。也就是在那一天，迷彩的妈妈找到了我，她依旧美丽温柔。你就是我女儿的同桌呀。迷彩最近突然闹着在国内读大学，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？我只得默默摇头。喜欢应该是相互成就，而不是放弃。小伙子，你帮阿姨劝劝她，要为自己的前途考虑。后来我犹豫了很久，鼓足了勇气，主动找到了迷彩。迷彩，你去国外读大学吧。他有些意外，又有些失望。他问我：“云墨，你真
真的希望我去吗？我低着头，犹豫了很久后，小声开口。你替我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吧。心里的千头万绪，说出口的不过寥寥数语。我也会努力的。我想成为橡树旁的木棉，莫欺少年穷。我们各自发光，或许也会有顶峰相见的那天。好，答应你，但我们还像以前一样，你不能再躲着我了。好。他抬手抚了下我的头，跟我说：“雨墨，一切都会好的。”从那以后，我与迷彩的关系好像更近了一些。他喜欢跟我天南海北的聊天，虽然很多时候都是他在讲，我在听，偶尔侧头对上他毫不掩饰的目光，我下意识低下头躲避。他轻轻的低笑，我红着脸提醒他：“听课呀，迷彩。”距离太近，彼此的难堪总是会被撞上。他性格大大咧咧的，生理期弄脏了裤子浑然不知。放学时，我急忙脱下自己的校服外套系在他腰间，他反应过来时害羞又窘迫。我红着脸从便利店买来卫生巾，这么多牌子，长得也不一样。不知道你用哪个？我抓了抓头发，不好意思解释着。他红着脸接过，我听说女孩生理期都要喝热的，所以便给她买了一杯奶茶。我将冲好奶茶递给她，那时候还是周杰伦代言的优乐美。她红着脸捧着奶茶喝得一脸满足，又歪头问我：“云墨，你说周杰伦的那句‘你是我的优乐美’是什么意思啊？”她直直看着我，我低声说我不知道。她笑我：“语文135分的学霸连这都不知道。”我没做声，我自然知道是何意，因为甜蜜的广告词里后面还有一段话：“原来我是奶茶呀，这样我就可以把你捧在手心里了。”尼采站在夕阳下，仰着头问我：“云墨，你知道我最喜欢周杰伦哪首歌吗？”他望着我的眼睛，缓缓开口：“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。”我本一直在阴霾里独行，那一刻突然看到了我的晴天。他问我好听吗？我说很好听。尼采摆了摆手，他傲娇地说：“今天就是随便发挥一下，有机会给你展示一把真正的实力。”高考倒计时的时间越来越少，分别的时刻也越来越近。毕业晚会上，尼采身着一身礼服，弹着钢琴，又唱了一遍晴天。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，但偏偏风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。好不容易又能再多爱一天，但故事的最后你好像还是说了再见。故事的最后是再见，但有些再见便笑着说吧。台下掌声尖叫声此起彼伏，我静静坐着。尼采转头望向台下，心照不宣的目光相聚，他扬起嘴角笑了笑，我面不改色，却早已心潮起伏。多年后我才知道，他望向我那一瞬的感觉叫心动。那年的夏天，我在迷彩的英语课本背面写下了那首致橡树，他帮我申请了 QQ 号密码是4K1236226，他说怕我以后忘了他，要把他的名字和生日放进我的密码。后来我的很多账号都是这个密码，他的账号也改成了同样的，彼此藏着心照不宣的秘密。毕业那天的聚会我没有去，因为 AA 制一人100块钱，我舍不得。尼采找到我时，我刚从电子厂下班，没办法，学费太贵，我要打工挣钱。他说他过几天就要走了，我沉默了好久，说祝他一路顺风。他一脸无奈地笑着说：“云墨，坐飞机不能祝一路顺风，不知道。”对不起，我没做过。他笑笑摸了摸我的头，没关系啊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你这么聪明，以后绝对是亿万富翁。他总是小心翼翼地保护着我的自尊心。我从兜里取出放了好多天的一个阿狸挂件，他喜欢阿狸，我每天晚上空出一点时间来，一点点的制作，终于完成了，只是总没有勇气送出去。它既廉价又很普通。这个送给你吧，你别嫌弃。你自己做的？尼采一时震惊，我不好意思点点头。这也太棒了，这可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，我一定会好好珍藏的。其实我没有告诉尼采，那个阿狸的挂件是一对，另一个在我这里。最后尼采敞开怀抱对我说：“抱一下吧，雨墨。”我闻着他身上阳光的味道，想到了那首晴天。他抱着我在我耳边对我说：“雨墨，一切都会好的。”后来我们各自奔向自己的世界，我们在地球的两端各自安好。我想，如果故事结束在这该有多好。朋友之上，恋人未满的状态，不敢宣之于口的喜欢。我们做过最亲密的事，不过是分别前的那一个拥抱，没有后面的歇斯底里和决绝。回忆里应该都是甜甜的。等到30岁时，再遇见迷彩，他和我说他要结婚了，我可能会开心的给他包个大红包，说：“迷彩啊，祝你新婚快乐，多谢当年的照顾，现在有点小钱了，给你包个大红包。”可能我也会开句玩笑：“老同学，想当年我还喜欢过你呢，而不是现在。”我装的开心随意，去祝他白头到老，转头却早已泣不成声。哭过之后，默默擦干眼泪，告诉自己没关系，今晚早点睡，第二天醒来就好了。戴好面具，走出电梯，去那个人称为家的房子。干嘛去了？回来这么晚，知不知道你老子等了你好几个钟头？门口坐着一个人，云之海，我的亲生父亲。1年前，警察联系到我，说我父亲刑满释放了。父亲这个词我只在课本里见过，书中写父爱如山，可并不是全天下所有父亲都是那样的。我这辈子见他的次数屈指可数。小时候邻居都说我妈生下我嫌家里穷，扔下我便走了。我爸常年在外面混，只有偶尔几次过年他回过家，追债的追到家门口，他偷了奶奶给我攒下的学费，还骂我是累赘。再后来因为拦路抢劫、故意伤人被判了15年。我本以为监狱15年的改造会改变他，但是有些人真的是从骨子里就是恶的，这辈子都变不好。没完没了的纠缠，就算报警，警察也无可奈何，毕竟他是我的父亲，我对他有赡养义务。我最近找到你后妈了，她说要30万才肯让你弟弟认我，给我30万。他像个无赖一样堵在门口。我凭什么要给你钱？30万，你给我花过3块钱吗？凭我是你亲爹，凭你姓云，要是没有我娘当年供你上学，你现在能混得这么好。我老了得有儿子养老送终，你把钱给我，我以后不来烦你。
我没钱，有钱也不会再给你。行，反正我没有脸，你要不嫌丢人，我就在这儿一直待着，让街坊四邻都来瞧瞧你这个不孝子。一次又一次的骚扰，就像甩不掉的臭虫，这一地鸡毛的生活，有时逼得我想发疯。我戴上耳塞，抚摸着初一白软的毛，感受着呼噜声带来的震动。初一是我6年前捡的流浪猫，一只白色的银渐层，当时它满身皮肤病，还瘸着腿，嘴里发着奄奄一息的叫声。大年初一的晚上，它冻得瑟瑟发抖。你也在流浪啊？要不我们在一起吧，这样我们就都不是没人要的小孩了。我带它治了好久的病，最后终于康复了。这些年越长越圆，只是腿还是瘸着。每天下班回家，无论多晚，初一都会一拐一拐的喵喵迎接我。睡觉时，我听着它的呼噜声，无论白天经历了多少不如意，都感觉被治愈了。这些年，它陪着我从出租屋到新房子，从便宜猫粮到进口罐头，我们一步步的过着我们的生活。新官上任3把火，尼采出来公司便开始大刀阔斧进行人事改革。最先遭殃的是后勤部门的一些闲职，一夕之间，很多人失了业，一时人人自危，却也成了办公室八卦中心的主题。新来的米总可真漂亮，妥妥的白富美。行了，别想了，没看前一阵的财经新闻商董的采访吗？人家要结婚了。我看之前米总的采访，他说自己喜欢高高瘦瘦、性格内敛的男生。不说了，下班就去健身减肥。一个老同事突然插嘴道：“我怎么感觉之前见过米总呢？”众人纷纷取笑他，人家之前一直在国外。你梦里见过吧？不是真的，特眼熟。我揉了揉脑袋，敲敲桌子。行了，都干活去。他看着我，突然一拍桌子，想起来了，云墨哥，老婆呀，我这人对美女过目不忘。之前看过嫂子照片，长得和米总简直一模一样。不过嫂子是清纯少女型的，米总是美艳御姐型的。云墨哥嫂子是不是米总的亲妹妹啊？众人一时恍然大悟，好像是啊。经理，你再让我们看看嫂子照片呗，瞧瞧是不是米总失散多年的妹妹。我一时有些慌乱，换手机了，这个手机上没有存。那嫂子什么时候回国呀？我找了个借口逃出了办公室，望着无名指的戒指一时出神。其实并没有什么另一半，戒指是我自己买的，谎称自己已婚。一是为了躲避各种善意的撮合和穷追不舍的示好，二是职场中经常要面对酒桌文化，经常会收到各种摸不清道不明的事宜。后来索性称自己已婚，让麻烦少一些，反正这辈子也不会走进婚姻了。后来同事一直好奇打听，便谎称爱人在国外，大家总是起哄要看照片。当时手机里只有当年迷彩的照片，挺好，他现在也有喜欢的人了。我这样的穷小子终究是配不上他的。那个男生应该很优秀吧？云经理，你快来前台，有个自称是你父亲的人在公司前台闹呢。人事经理电话里语气极为焦急，我放下电话，慌忙跑向前台。前台已聚满了围观群众，很多人拿着手机拍照录像。云志海像个泼妇一样坐在地上，声泪俱下。我儿子云墨辛辛苦苦供他读书，现在他出息了，就不管自己亲爹了。大家给评评理，他每天光鲜亮丽，吃香喝辣，却舍不得给自己亲爹1分钱，有这样的孩子吗？人群中也开始窃窃私语。没想到云经理是这样的人，平常看着挺好的，没想到连自己亲爹都不管。是呢，真是人不可貌相，连父母都不孝顺的人，人品能有多好？部门领导冯总见我来了，忙招呼我。小莫，你可算来了，你看看这是什么事儿？你爸怎么能闹到公司来？这影响多不好，你赶紧解决了。看热闹的人闻声纷纷看向我。云志海见状哭喊的又高了1度，一时间仿佛回到了高中的那节体育课。我没有钱买运动鞋，同学们异样的目光打量着我，破旧的帆布鞋的那种感觉，18岁时的那种难，看我以为不会再有了。是30岁的时候，我依旧没有摆脱，而且还在喜欢的人面前。冯总，大家是工作太闲了吗？尼采的声音掷地有声。冯总见状，忙疏散了人群。云志海见人散了，有点不知所措，只大声骂着云墨：“你这个不孝子，不管你爸，让你们同事领导都看看你是多么没良心！”我咬着牙，手指颤抖着，面对他疯癫的样子，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对我。我倒不知道云墨还有个爸。尼采居高临下望着云志海，眼神冰冷：“你是谁？”我是他领导，有事跟我说。尼采示意秘书把他带到办公室，把法务叫过来。他抬头望了一眼我，神色不明。你去外面等着我。不知尼采与云志海说了什么，我总觉得他那种恶人，要不到钱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他要钱了吗？我把钱转给你。总裁，办公室我站在柔软的地毯上，脸上却是窘迫的，火辣辣的热。已经解决了。尼采头也没抬。谢谢米总。我垂着眼，局促开口谢。云经理想怎么谢用什么谢？尼采抬头，漫不经心地笑着审视着我。我垂眸无语。是啊，我有什么能谢他的？这样吧，我的婚礼交给云经理策划吧，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。可我没有策划婚礼的经验。健康文化节上万人的活动，云经理都能驾轻就熟，一个婚礼而已。他不以为意道。况且我的喜好，云经理应该最清楚，交给你，我放心。他意味深长的红唇轻抿。第二天，我见到了迷彩的男朋友，很年轻，很帅气，据说是某领导的公子，国外名校硕士，与迷彩各方面都般配得很。哥你好，我叫洗衣机。他主动打招呼，性格很是开朗。喜先生您好，我是负责您和米总婚礼的策划。我微笑着礼貌回复，麻烦帮我倒杯水好吗？师姐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急把人叫过来。他懒洋洋地看了身旁的迷彩一眼。好的，您稍等。我刚起身，就听到迷彩不耐烦的声音：赵秘书送杯水进来。洗衣机眼睛转了转，又偷偷瞄了迷彩一眼，眼睛转了转，意味不明。喜先生，您对婚礼有什么要求，可以具体跟我说，我给您出具体备选方案。洗衣机指了指自己，我没什么要求，
我，怎么着都行。我一时哑然，沉默几秒，看向迷彩。那迷总有什么具体要求吗？迷彩眸色微深，噤着笑意的眸子望向我。会场就铺满鲜花吧，婚礼音乐吗？就用周杰伦的《晴天》吧。云经理觉得如何？当年他曾说过我们的婚礼要铺满鲜花，他还说在婚礼的背景音乐要用晴天。如今他没有忘，只是男主不是我。我忍住心酸，哑声回到挺好的，我马上落实好。至于其他的，云经理慢慢构思，我还有会。他扬起一丝讥笑，抬腕看了眼表，离开了办公室。奇奇怪怪。洗衣机望着迷彩的背影，小声嘀咕：云墨哥，我们去吃饭吧，我饿了。他转头看向我，一脸的八卦好奇。云先生想吃什么？我知道个地方。然后洗衣机带我去了一家路边摊。麻辣烫。喜先生，您确定要吃这个？哥，你要吃不下就等我一会儿。我想他家都想了2年了。我忍俊不禁，也不是他家，我以前也经常来的，只是没想到您会来这种地方。他自顾自的大快朵颐。你不知道国外的饭跟猪食一样，这家麻辣烫好多年了。以前我姐总是不让我多吃，我经常背着她偷偷来。喜先生，您对婚礼真的没什么要求吗？我忍不住问，毕竟每个人都应该憧憬有场难忘的婚礼。大哥，我们是商业联姻。你不喜欢迷彩吗？我又忍不住问，我为什么要喜欢他呀？洗衣机无所谓的回答，只是觉得你们挺合适的，是我唐突了，抱歉，不好意思。洗衣机笑了笑，是啊，迷彩哪都好，家庭好，会挣钱，颜值高，学历好，那你喜欢他吗？洗衣机忽然看向我，眼里噙着笑。您别开玩笑了，我怎敢高攀？他却摇头笑了笑，哥，你俩以前认识吧？我心忽然一紧，为什么知道？我猜出来的，因为喜欢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。洗衣机眉眼弯着，不是合适就会喜欢，也不是喜欢就一定合适。告诉你个秘密吧，我喜欢的人脾气又差，还爱打人。我一时震惊，你看我这么好，应该配得上他吧？可他却眼看着我跟别人结婚。洗衣机依旧无所谓的笑。是啊，可能成年人的世界，爱不爱，可不可以在一起，能不能结婚，是3件截然不同的事情。哎，我突然心情很不好，哥，你陪我去喝酒吧。洗衣机扯着我的袖子，带我去了一家酒吧。这地我最熟了，开瓶黑桃 A， 给我来10个陪唱。洗衣机熟门熟路，伴着动感的音乐，他晃着酒杯搂着我，指着一排的女生，哥，你喜欢哪个？随便挑。我头皮有些发麻，还是别了。他随手一指，你还有你，过来陪。不用了。没想到现在的小孩这么会玩。洗衣机一杯接一杯，酒量又差，很快便醉了。我问了好久他家住哪里，他醉醺醺说他没有家了，无奈只好通知迷彩来接他。洗衣机拉着身旁的女生又蹦又跳，嗨得不行，我有点不知所措。最后不知从哪出现一个身材高挑的女孩，眉眼冰冷，气场强大的吓人。她凝着眉看着发酒疯的洗衣机，一脚给他踹在了地上，却转头礼貌对我笑笑。我是他姐，现在他回家了。他转头看向那一排女生，照顾好客人。几人齐声回是老板。哥哥，我敬你一杯。哥哥你好高冷啊。我硬着头皮有点不知所措。挺会玩啊，还点10个。迷彩不知何时出现的站在那里，低沉戏谑的笑声回荡在暧昧的氛围里。我一时有点慌，喜先生被他姐带走了，他该不会以为这10个是我点的吧？迷彩长腿一迈，直接坐在了我的腿上，他勾着我的脖子，轻身向前，对上我的视线。那不是他姐，是他前女友。迷彩渐渐靠近我，近到他炙热的呼吸打在我的脸上。云墨，不如我们偷情吧。他笑得极为轻佻。听说你找了个我的替身，不是不喜欢我这类型的吗？解释一下。我躲避着他的目光，他直接抬手捧住我的脸。正品回来了，什么时候离婚？我紧咬着牙低声道不离。他冷笑一声，直接扯下我无名指上的戒指扔了出去。我大吃一惊，迷彩你干什么？没结婚，带着破玩意干嘛？怕我旧情难忘，继续纠缠你？他一脸嘲讽的笑，冷冷盯着我。自然不是，迷总如今怎么会做那种荒唐事？是呢，我荒唐事做得够多了。他自嘲一声，低头吻上了我的唇。他粗暴的是咬着，发泄一般，心里隐隐的疼，眼眶越来越热。他一边亲着我，一边哭着。云墨，这些年你想过我吗？没有，怎么会没有呢？那些年梦里梦外都是他。我经常做一个梦，梦里30岁的时候，我遇到了迷彩，她嫁了一个金发碧眼的丈夫，生了一个可爱的混血宝宝。街口的拐角处，我们猝不及防相遇了。他的小孩问他妈妈：“这个叔叔是谁啊？他一直在盯着你看。”迷彩看了我一眼，平静地说：“好像是妈妈以前的同学，可是记不太清了。同学，你叫什么呀？云墨，在你心里，我到底算什么？”迷彩冰冷的眼神死死盯着我。哪里不好吗？为什么那么对我？为什么又转头爱上别人？我低着头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。迷彩红着眼望着我。云墨，你为什么就不能哄哄我？我望着30岁的迷彩，身旁响起了一个声音，他说：“云墨，要快乐就别太清醒，再勇敢一次吧。”另一个声音却说：“云墨，你要明白，你和这个人已经没有以后了，这辈子都没法有了。”对不起，我不爱你了，迷彩。外面下雨了，晴天只是我梦里的几多清秋，欲买桂花同载酒，终不似少年游。年少的喜欢是绽放于山间的玫瑰，可以为心动不顾一切，美好而纯粹。可我今年30岁了呀，晚熟的人里写到年轻的时候，爱上什么都不为过；成熟的时候，放弃什么都不为错。他是年少时的第一次心动，是青春里仅有一次的勇敢一场，空欢喜一场意难平。当年在一起和分开都没有什么狗血剧情，若非要说为什么，那便是喜欢，但不合适。大学后，迷彩会经常在 QQ 上给我发消息，只不过我们隔着12个小时的时差，我的白天，他的黑夜。
夜，他总是说，云墨，你比我早12小时，你先看月亮，12小时后我们看的就是同一天的了。那边告诉月亮我喜欢他。他经常在我的 QQ 空间留言，他说，云墨，我今天去看了尼亚加拉瀑布，特别壮观。他说，云墨，我今天去了帝国大厦，大楼顶部可以俯瞰整个纽约。他说，云墨，等你以后挣钱了，我们来第5大道血拼。他说，云墨，我今天去做了热气球，还挺浪漫，就感觉缺了点什么。尽管那时我多半时间不是在打工，就是在学习，食堂的免费汤过了12点半就没了，手机流量开关要熬到月底的晚上12点再打开，饭店小时工6块钱1小时，每天晚上9点下班。我们在地球的两端不同的世界，各自努力，本以为我们会一直保持这种状态，直到一次我与迷彩的通话中，舍友突然和我说，云墨，我听说柳如烟喜欢你。而这句话恰巧被迷彩听到了。云墨，柳如烟是谁？是我们班学委。她长得好看吗？就还好。我与柳如烟其实并没有说过几句话，我只知道我和她都是班上的贫困生，听说来自农村，自幼丧父。我们偶尔会在食堂最便宜的窗口或者免费的汤处遇到。我兼职打工，有时赶时间上课，她会给我占好座位。云墨，你喜欢她吗？不喜欢。那你喜欢我吗？我还挺喜欢你的，不是，是特别喜欢你，要不要考虑一下追我？迷彩突如其来的表白使我一整天心不在焉，而第二天他竟然出现在了我的学校。他说，告白还是要面对面才显得真诚。云墨，你要不要追我？我这个人特别好追，只要你说一句喜欢我，我就是你的女朋友了。迷彩站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我说，迷彩，我喜欢你，很喜欢很喜欢。那是我人生绝无仅有的一次不顾一切的勇敢。他开心地飞奔到我怀里，那时我们牵手走过校园的每一个角落，无人的小路上，我趁机低头吻上了他的唇。他虽装的淡定，却羞得脸红到了耳根。后来我们便开始了这段异国恋。他有时很幼稚，长时间不回消息，他便开始不停刷屏，问是不是又有什么李延张扬了。我无奈地解释在打工或者在上课。他说他生气了，要我哄他，可我不知道如何哄人。他坏笑着说，叫声宝宝原谅你。我这人向来古板又无趣，他每次都要将我挑逗的认输才肯罢休。他很爱生气，又很好哄，他理解我的不易，也保护着我的自尊。他知道我不会要贵重的礼物，所以每次都是挑平价的东西寄给我。有时间他会飞回来见我，我们牵手、拥抱、接吻，最后一步的亲密，我始终不肯。谁不会对自己喜欢的女孩没想法呢？只是我怕给不了她未来，怕自己耽误了她，怕她陷在自己身上太深。她总是会为这件事生气，觉得我不够爱她。那年她看我穿的鞋磨得破了皮，我生日那天她送了我一双鞋，包装全是外纹。那时我不认识那个牌子，她说是生日礼物，一点都不贵，可我一直没有舍得穿。那年奶奶突然摔了一跤，骨折需要手术，东拼西凑还差3200块钱。奶奶说，小莫，咱不治了，人老了就该死了。我安慰她说，看病不花钱的，不用担心，奶奶是要长命百岁的。等我毕业后会带她住大房子，带她吃好吃的，去全国各地旅游。她说，好，我家小莫是最棒的，奶奶等着享你的福。那天我犹豫了好久，给迷彩打了电话，问他能不能借我3200块钱，下个月发了奖学金就还他。那一刻，仿佛这些年坚持的东西瞬间全无。迷彩一下给我转了1万块钱，问够不够？我不知可笑的只收了3200。他温柔的劝我说，云墨，你现在是我男朋友，未来还会是我老公，以后你还要挣钱养我，知道吗？以后家里的钱都得我来管，你的每笔零花钱都得管。我要你知道，今天你就是提前感受一下。我知道你自强，但是我也舍不得看你吃苦，知不知道？因为他的话，我在挂掉电话后没出息的掉了眼泪。他第二天突然从天而降，出现在了我的世界。那次我们一起去医院看了奶奶，迷彩陪着我等在手术室外，紧紧握着我的手。奶奶的手术很顺利，他看着迷彩欣慰的笑了，他说，小莫，有人照顾就是死也安心了。迷彩说，奶奶可不能走，你得看着我们结婚生宝宝，以后给我们带孩子。惹得奶奶直笑说，好，那再多活几年，看着你们结婚生宝宝。可最终他还是没看到，也没有想到我的福。就在一个很平常的一天，倒在了大街上，手里还拎着刚买的虾，虾还在活蹦乱跳，可他却没了呼吸，没了心跳。医生说是心脏病，问我以前没发现过症状吗？我无助的一味摇头。他有什么病？总是忍着不跟我说，我怎么那么没用，什么都发现不了？他捡废品将我养大，供我读书，为什么就不能再等1年？再有1年我就可以毕业挣钱了，我就可以孝敬你了呀。医生看着我摇了摇头说，小伙子，把你父母叫来准备后事吧。太平间停尸费1天300元，殡葬车1趟600元，骨灰盒1000多块，还有兽医火化殡葬的各种费用。这时我竟发现，我竟然连奶奶的后事都无法做好。以前曾跟我在饭店一起打工的舍友跟我说有个挣钱快的工作，他说他现在在一个会所兼职，陪客人唱歌，一天能挣大几百甚至上千。他说可以介绍我来，但是就不能只是唱歌了。那天迷彩的妈妈突然联系到我，邀请我去她家。我换了还算新的衣服，穿上了那双没舍得穿的鞋，没有电视剧里那种狗血剧情。他妈妈还是那么温柔，她带我参观了他们的家。那是我第一次踏进那个别墅。我只知道迷彩的家庭条件很好，却不知是何种的好。她的包占了衣帽间1整面的墙，每一个的价格都够我坚持几年的费用。那些包的
的价格购买普通人家的好几套房子。他跟我在一起10倍的包，我以为已经很贵了，殊不知那是他故意买的最便宜的。云墨，我知道你在和迷彩谈恋爱，但是你知道吗？迷彩频繁飞回国内，你看成绩都挂科了。对不起，我很紧张，只是难道这钱？你们还是学生，要以学业为主。迷彩本科毕业还是要继续读研的，而你在国内，他也总是挂心你。迷彩妈妈柔柔地看着我，听说你父亲还在服刑，家里只有奶奶一个人，如果有需要钱的地方，可以跟阿姨说，也可以跟迷彩说。谢谢你，我不需要的。我局促的道谢，他笑笑看向我，你是个聪明孩子，怪不得迷彩这么多年还是跟你在一起了。我女儿呀，从小就特别善良。我记得她小时候，每次在路上见了流浪的小动物，都要捡回来。后来家里有2个房间，专门养他捡来的小猫小狗。迷彩妈妈目光扫过我脚上的鞋，愣了一下。这双鞋迷彩送的吧？我忘了那天是怎么走出商家别墅的，只觉得米妈妈笑得很温柔，而我越无地自容。查了一下，那双鞋限量版的，网上卖32000。后来我卖了那双鞋，只穿了1次，但买家说穿了1次也算2手即卖，只出12000。我用卖鞋的钱办了奶奶的后事。迷彩的电话响了很久很多次，接通后她很生气。云墨，你这几天干嘛去了？你知不知道我要急死了？隐忍了很多天的情绪，我哽咽着不知如何开口。云墨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迷彩我没有加了呀。没什么，我就是有点想你。后来他又从地球的另一端飞了过来，他说：云墨，我也想你了，想见你。我说：迷彩以后别来了，你要专心学习。晚上他订好了酒店，平常我都是安安静静陪他睡到天亮。那天他洗完澡后躺在我旁边。云墨，你想要的是不是？身体是骗不了人的，我忍得难受，根本不敢看他一眼，是他却变本加厉地吻上我。我愿意给你的，你不要想太多，我们会越来越好，会结婚，会生个可爱的宝宝，你也会挣很多很多钱。酒店的大床房软软的像躺在棉花里，隐忍多时的情绪化作欲望，我再也忍不住，反客为主吻上了他。意乱情迷的时候，我一遍遍喊着他的名字，似是拆腹入骨般刻进心里。那天我抱着自己深爱的女孩一夜无眠，迷彩醒来时一时羞得蒙上被子，我笑着将她拉出来。你怎么醒这么早？她不好意思地问，又红着脸抱紧我。云墨，你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？我抬手顺了顺她睡乱的头发。应该是你弹钢琴唱晴天那次。她有点不开心的样子。那么晚了，我可喜欢的比你早多了，早多少？等婚礼那天再告诉你。她毛茸茸的脑袋蹭在我的颈窝。婚礼我要把礼堂全铺上鲜花，然后开场音乐，还用晴天好不好？好，你喜欢中式还是西式婚礼啊？我觉得我穿红色嫁衣肯定很好看，可我又想穿婚纱。看你对我单膝跪地，我对你说我愿意。迷彩喋喋不休地说着，描绘着我们的婚礼，我每一条都记得清清楚楚，可最后却失了约。第二天我的助学金被莫名顶替，迷彩的母亲找到我，她说迷彩准备本科毕业回国，而家里却希望她在国外读研。她说可以给我一笔钱，或者可以送我出国去留学，唯一的条件便是希望我不要再耽误自己的女儿。她还是那副温柔的模样，我宁愿她恶狠狠骂我一顿。她最后问了我一句话：她从小是公主，你若真的爱她，忍心让她跟你过苦日子吗？她说的没错，我一个穷小子要耽误人家到什么时候呢？我累死累活几年，能买得起她一个包吗？迷彩，我好像不能娶你了呢。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退却的呢？是将鞋卖出去的那天，或许更早，是我开口跟迷彩借钱那天。我那点可怜的自尊心早就灰飞烟灭了。我送迷彩上了飞机，那天是个大晴天。我问你，假如我们分手了，你会忘记我吗？他说会，分手就会找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帅哥，让你后悔。我说当年送你的阿狸，其实我也有一个。他说我知道那是一对。我说当年在你英文课本背面写了首致橡树。他说我看到了，傻子，我都知道。我会着手对你说再见，将你归于人海。我在最平常的一天放弃了一个最重要的人。后来我开始慢慢疏远他，不接他的电话，不回他的消息。他开始发脾气，我们吵架。后来我说迷彩啊，要不我们分手吧？他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。为什么要分开？云墨，你个混蛋，我生气了，你哄哄我不就好了？为什么要分手？宿舍里有个男生拒绝人，经常说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我对迷彩说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他说云墨，你扯淡，谈了2年了，你说我不是你喜欢的类型。他跑到我们宿舍楼下等了一夜，我坐在窗前看了他一夜。以前一直不知道书里描写的心疼是什么感觉，那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，心里闷得喘不上气，呼吸间心里一阵阵地揪着疼。最后他妈妈把他带走了。人生漫长，迷彩我们应该不会再见了。从前喜欢看言情小说，他说最讨厌不长嘴的男女主角，他说这种人不配被爱，活该被虐死。可是卑微到骨子里的人怎敢开口？况且他是那样好的人，就算结局被虐死，我也认了。是的，我不配被爱，爱如野草疯长，又如潮水退去。渐渐明白，遗憾才是人生的常态。我好好生活，然后慢慢忘了你。可是回忆总像梦魇一样缠着我。后来发现，忙碌是治愈一切的良药，忙起来自律，上进最能长久的治愈我。所以只能努力赚钱。刚毕业那几年，住在500元1个月的群租房里，第一份工作做了2年。那天晚上已经9点多了，因为拒绝了客户的酒，老板说云墨，你明天不用来了。我舍不得打车，站在寒风里等了半个小时公交，才发现冬天末班车早就过了时间。一个人走在深夜的街上，不知道该去哪里。那一个个亮灯的窗户，却没有一个属于我。成年人的崩溃就在一瞬间。云墨，后来有个声音在我身边响起，我蹲在地上，抬头看见柳如烟出现在我身侧。还真是，你怎么了？他有点不好意思地问我，没事。
错过了末班车。我有些尴尬。你住得远吗？要不我送你回去吧。他骑着辆电动车，也有些尴尬。你不要嫌弃就好。今天是圣诞，这个地方不好打车的。后来我们留了联系方式，他经常会跟我打招呼，时间久了，再粗心也明白他的心意了。我说抱歉，我不想谈恋爱。他问我是因为之前的女朋友吗？我没有回复。他说当年暗恋我很久了，可惜自己自卑的抬不起头，不敢表白。如果可以，能不能试着做朋友？他当时研二在读，有很多空闲时间。他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，总是将心意付诸行动。他会做好可口的饭菜给我送到公司，也会排队买女生喜欢的奶茶。那时的奶茶种类已经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可口了。我总是会想起那年在我身边喝优乐美的人，给我唱晴天的人。他说云墨，我真的挺喜欢你的。直到有一次他妈妈遇见我后，旁敲侧击地打听了我的情况，哭着求我让我离他女儿远一点，说我爸是罪犯，我和他女儿在一起会毁了他。他女儿毕业后要进正式单位的，我这样家庭的人，没有哪个家庭会接受。后来终于明白那句话，人生的本质就是一个人活着。或许成年人的孤独就是悲喜自度，所以这些年我把自己活成了独行侠。我拼命挣钱，拼命充实自己。我学会了应酬，学会了喝酒，学会了客套。我圆滑世故，八面玲珑，渐渐地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模样。每天最平静享受的时刻就是打开门，初一拐着腿奔向我，我听着他的呼噜声，抱着他进入梦乡。他软软的小爪子扒着我，嘴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，可爱的样子总让我想起某个人。乖过2天给你买最贵的罐头。我捏了捏他的爪子，可惜初一渐渐变老了，食量也越来越少。我一边抚摸着他的头，对他说一切都会好的。一天下班，我遇见了迷彩的妈妈，多年不见，岁月似乎遗忘了她。她见我也有些惊奇。云墨变化蛮大的。您倒是没什么变化。我回答这么多年，变成熟了，也变优秀了。她依旧笑得温柔。迷彩也变了很多，但是有些东西却没有变。他这些年努力学习，努力挣钱，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发展。后来我说女儿，你快30了，该找个人结婚了。他说妈妈，你挑你喜欢的吧，本来都好好的，可是他却又改变了主意。迷彩这些年的叛逆都是因为你。我听说你爸爸最近去公司闹过，迷彩给了他30万。云墨，你能理解一个做母亲的心吗？这一次我没有自卑，扬起笑没有垂头。抱歉阿姨，我理解不了，我从小没有妈妈，无法共情您的情绪，但是我从来没怨过你。16岁的时候，您抚着我的头跟我说好好学习，以后会越来越好的。我特别感谢您给了我足够的尊重，也给了我生活的希望。我现在不是18岁，也不是22岁，而是30岁。您不必再委婉地照顾着我的自尊心，我知道您的意思。您放心，我不会毁了它。很多年前，有个母亲也提醒过我，钱我会还给迷彩的，我这点钱还是有的。我最不想欠的人就是他。这一次我从容淡定，可迷彩妈妈的一句话瞬间让我如坠冰窟。10年前他为你流过一次产，10年后还是这么执迷不悟，你到底要纠缠他多久？我将30万转到了公司财务，我买了一双闪着细钻的高跟鞋，托前台同辞职报告一同转交给迷彩。好漂亮啊，是水晶鞋吗？前台小姑娘忍不住称赞。我想起18岁那年迷彩送了我一双运动鞋，她仰着头对我说云墨，你以后要送我一双水晶鞋，她是公主，配得上这世界所有美好的一切。我没有开车，就想好好走一走。以前难过的时候就来压马路，看着来往的车流，忙碌的人群，城市的大厦霓虹，自己如蚂蚁般小，脚走累了，心里就舒服多了。商场屏幕上印着情人节的表白，树洞。我爱的人早在20岁的时候爱过我了。至于他25岁是谁的妻子，30岁是谁的妈妈，我祝他幸福。